中国的经济即将由生产型社会转向为消费型社会，而即将到来的新税改将会迎来社会财富大洗牌。那么在这个背景下，如何实现经济结构转型？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又将迎来哪些风险和挑战，以及所谓的机遇？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些话题。大家好，我是无话不说的猫哥。想要搞清楚其中的逻辑，咱们了解一下当下的中国经济结构。大家都知道，中国是一个以生产为主的国家，拥有全球最强的供应链体系。世界工厂并不是浪得虚名，但随着基建、房地产的诸多行业的饱和，当前的中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上行压力。以前的路不好走，就得换个玩法。为了打破当前的困境，顶层不得不把目光瞄向了消费。这次改革的重点就涉及到消费税。事实上，税制改革早有先例，在过去的40多年里，我们已经经历过2次税改，分别是70、80年代包干制和90年代开启并沿用至今的分税制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无论哪个国家，其选择哪种体系作为财政基础，并不只是为了钱而已，更多的原因是要达到某种特定目的，实现某种特定目标，这就是所谓的政治经济学。比如我们最常使用的包干制，其背景就是在70、80年代，各地搞经济的热情和积极性其实并不高。毕竟大家干多干少都一样，反而是做多错多，不做就不会犯错。为了扭转这种思想，迅速搞活地方经济，总部决定向地方分权分钱，毕竟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更何况是人了。因此定收定制，收支包干，保证上交，结余留用1年一定为基本原则。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以农村为基础，逐步向城市推行财政包干制度。这种包干制本质上就是一种一揽子大包干，大到什么程度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分灶吃饭，总部每年包给分公司一个收支总数，只要能够满足交给总部的定额，剩下的无论你分公司赚了多少钱，通通的都给地方上留下来，并且这部分钱地方上想怎么用就怎么用，每年你花的少，自己就省下来，花的多就自己兜着。这种体系虽然看似粗犷，但是作为转型期的过渡性手段，却非常有效。在经济效益的驱使下，各地迅速动了起来。而且有的地方发现直接搞企业来钱更快，于是一批批的乡镇企业和三产公司拔地而起，左手握着右手是企业赚的利润。很多地方在短时间内积攒了大量财富，但是越猛的药，副作用就会越大。到了80年代末期，很多副作用就显现了出来。最主要的2个问题就是2极分化和管理失控。我们在以往的视频里说过，经济发展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不公平。有的省市天然拥有深水良港，生下来就有4通8达的交通网络，走2步道就能和经济发达的邻居做贸易。有的省市则先天地理劣势，抬头看见的不是千沟万壑，就是一望无际的草原荒漠。这种环境确实不太适合发展经济。在包干制的背景下，有的省市就会越来越富，有的省市就会越来越穷，这和努力与否确实没啥关系。如果再赶上个天灾，一些穷困的省份直接就可以原地躺下了。这些穷困的省份想要活下去，要么就是管其他省份借钱，要不然就得向总部求援。在经济效益面前，省市一级单位俨然已经变成了经济诸侯，独立性极强，其他省份来借钱，要么是不借，要么就是得拿资源来，这样反而进一步的榨干了那些穷困省份。这些穷困省份逐渐的就会变成撸口子，一代养代的负债奴隶，向总部请求支援的路也行不通。因为在大包干的背景下，总部自己也是穷的叮当响，可以说总部当时自己都是自身难保，就更别提支援穷困省份了。有人说我们当时的财政是处在悬崖边上，其实这话也没错，当时整个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。1993年分税制改革前期，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为全部的22%，地方政府为78%，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为全部的28.3%，地方为71.7%。中央的财政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，面对日益增长的内部需求和越发激烈的国际竞争，如果以各省市一级为单位分头竞争，各自为战，那么在世界这个擂台上将会是一盘散沙，毫无竞争力，更不要说想要在世界分工体系里占有一席之地了。既然最开始搞包干制的目的就是为了搞活地方经济，现在地方经济已经红火了起来，实现了最初的目标，用包干制就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。迎面而来的就是更加符合时代背景的分税制。在实施分税制后，效果很快就显现了出来，一强一弱的局面迅速被扭转，强有力的总部财政提高了总部宏观调控的能力，也保证了我们在随之而来的几次危机中可以顺利通关。同时由总部牵头的入市战役也得以顺利进行，形成了地方经济兴盛、总部权力集中的良好局面。但凡事都有2面性，过于集中的分税制也只是过渡性的财税体系，其中的问题也不少。主要的问题就出现在事权和财权上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地方上要做事，但是钱没了。分税制将税收分为国地2类，基本上较大的税源收入都被纳入到了国税范围。但是地方上，尤其是县乡，以及还承担了社会运行和发展地方经济的职能，
这样钱就不够用。以2004年为例，地方收入在全国总收入中约占45%，但地方上的支出占比却超过了70%，这样就出现了比较大的缺。怎么办？拉投资和卖地就是最好的办法。过去的20-30年，我们一直在做的其实就是2个事情。第一，就是锚定制造业大国的这个身份，每天就埋头苦干的搞生产；另一件事情就是搞重建。分税制的制度本身就决定了，在生产和消费2个环节里，对于地方上来说，生产远远比消费更重要。至于这些企业生产完能不能卖出去，地方上则是毫不关心。因为在消费层面，地方上1分钱都分不到，反而是生产环节战线拉得越长越好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地方热衷于搞固投和产业园的核心原因，这样就能让生产企业牢牢地被绑定在地方之上。这种只管生产不管销售的模式，必然就会驱使生产企业大量生产商品，时间长，产能过剩就会是必然的结果。而卖地则可以说是一箭3雕的办法。在土地出让环节，地方上直接就可以获得一笔出让收入，这是一笔巨额的快钱。随后而来，围绕着土地在上面建厂房，搞生产搞销售，地方上也可以从中获取收益，这又赚到了一笔慢钱，1块1慢，地方上的收入就多了起来。同时，地租经济本身就是符合时代背景，有利于推动城镇化的发展进程。棚户区改造、新城开发、市政基础设施建设，靠的都是这笔钱。发展制造业和推动城镇化，本就是过去几十年我们发展的核心目标。而在完成这个目标的同时，还能弥补分税制带来的地方收入缺口，甚至能让地方上的收入不降反增。这也是为什么集中分税制这种有明显缺陷的体系能够运行30年的核心原因，因为它符合时代背景。这就产生了一个逻辑链条，那就是总部虽然拿走了地方上的收入，但是给地方留了生产环节和卖地2块利润。地方为了增加收入，就要拉投资卖地搞城镇化，生产制造业的发展推动农村人口进城买房，而城镇化推动房产增值，绝大多数人的财富本质上都是这一轮分税制的产物。所以我们可以发现90年代开始，富起来的人就越来越多。某种程度讲，分税制本身就是和生产制造业推动城镇化绑定在一起，所以以前无论怎么喊着降房价都降不下去，无论供给侧怎么改革，结果产能还是过剩。因为高房价和产能过剩都只是结果，而不是根源。当我们在今天重新提出来税改的时候，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制造业和城镇化的发展路线要变化。怎么变呢？说白了就是暂缓城镇化发展的规模，压缩低端制造业的容体规模，以消费为驱动核心，反推地方经济转型升级。我们的城镇化发展到今天，其实已经没有必要再去追求规模了，而是应该追求质量上的提升。在经济存量时代，城市之间的虹吸效应会让小城市的人口逐渐涌向大城市，从而实现做大中心城市，逐步淘汰小微地级市。而这一轮的税改则会大大加速这个进程。以前很多小城镇单靠着拉投资和卖土地还能维持下去，现在土地卖不出去，而拉投资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考验地方主观的事情。就算是某个地方主观个人能力极强，资源极其广博，但存量时代也难有作为。税改之后，消费带来的地方收入将会是未来地方生存的主要根基。大城市本身就是天然的消费集聚，会天然的虹吸周围城市的消费力。在收入逻辑转变的情况下，大城市更有推动消费的优势和诉求。新税改对于我们每个人的影响可以说是方方面面，篇幅有限。本期我们先梳理一下税改的历史和基本逻辑，下期咱们再深入聊聊新税改给普通人带来的风险和机遇。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看法，或者给个3连支持一下。咱们下期再见。